今天2024年10月9号，那我们的邓博士，邓家宙博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线上，我们直接来邀请我们的邓博来跟大家做开讲哦。Hello，邓博。Hello，Hello，Hello，大家好，大家好，晚安，晚安。首先要说明一下啊，我那个国语是比较普通啊，真的很普通，所以如果有一些听不清楚的，可以请大家忍耐一下。那今天很高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个香港童军的一些虽然说是历史，其实是点滴啦，因为时间不多吧，所以我们都是很简单来跟大家挑选了一些香港童军的特点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因为香港在参加童军的那个世界大家庭已经那个时间是很早的，其实在英国创立童军以来，其实我们1907年有童军活动，香港在1909年2年以后已经就有童军活动。那当年经过100年的时间呢，我们慢慢从一个地方的童军会变成一个国际旅编世界童军会旅编的一个成员呢，其实那个也是很特别的，因为不仅我们始终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国家什么的，所以变成其实要怎样去加入那个世界童军会是不容易的。那还有呢，就是在亚洲地区里边，当年香港是很投入童军运动的推广。那当中呢，有一些说在香港来讲，我们叫那个童军做祭服团体。那不单单是童军，有童军，有女童军，还有那个救伤队，还有其他不同的，我们大概有超过10个不同的祭服团队，都是青少年活动的。那当中呢，所以可以说整个香港来讲呢，大家对童军的理解认同是比较多的。那当然因为我们那个发展的历史啦，还有我们的人数，那个人数方面呢，不单单是香港，其实我们曾经最高峰的时候呢，我们有超过10万个童军，香港10万人哦。然后在其他亚太地区里边的童军来讲呢，当地以一个国家来讲还不到这一个数字。然后香港以一个那么小的地方，人口虽然很密，但是相对一个国家来讲，我们相对是很小吧。但是能有10万童军这一个那个层级呢，当然都是不简单。所以变成我们就要理解的，究竟它跟其他地方在那个童军运作里边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原因，让它的发展会比较快，或者有影响呢？那个就是今天晚上想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的一个那个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呢，童军运动才在1907年在英国开始，但是香港在1909年已经有了。那当时是一个很简单，例如我是英国人，我从英国里边曾经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把这种方法带到我们香港来。那最早的时候呢，都是在学校里边在推广。那为什么在学校可以推广呢？那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英国管制的那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回归那个问题嘛，当年还是英国来管制，所以变成了香港开埠以后，1841年英国人来了以后呢，当时最多的开学校是哪些团体来开呢？其实是基督教会还有那个天主教会，他们来到香港以后办很多那个慈善的活动，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办学校。所以在学校里边呢，那个教会学校，他们最主要，首先最有影响力的是来自于英国的圣公会，那个是英国的国教。那所以我们那个很多教会学校，就是基督教会的学校呢，他们会比较
跟英国那个传统的教学比较紧密，因此在英国里边有那个童军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童军运动带到香港来，在我们的学校里边来推广那个童军运动。所以很快，大概1911年，他正式成立第一个团就是在那个1911年。所以到今天为止呢，我们香港童军总会计算童军的历史呢，还是以1911年。所以1911年我们常常都讲的，对香港有3个很大的影响的。1911年，第一个是什么呢？辛亥革命，因为孙中山先生还是在香港大学念书嘛，第二个呢，就是香港大学在解一年成立。那刚才你说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念书其实他念的是医学院1911年就成立香港大学。第3个呢，就是同一年就是有童军运动开始。这3个就是对香港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当时因为跟英国的关系，所以呢很早的时候成立呢，他已经得到我们香港政府的总督啦来提供那个支持的，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对我们很有支持的。那大概呢，到1922年到23年之间呢，就是说我们那个贝登堡先生那个贝登堡我们的创办人童军，他来到香港的时候虽然很短，但是来到的时候呢，他跟香港政府里边的官员来说香港应该成立一个童军会这样的话去推广那个童军运动是比较有规模的，有影响力的。要不然你只是单靠学校自己来做呢没有办法把那个运动做得很好。所以就建议我们香港成立那个童军会。那因为要成立童军会呢，就成立了，香港政府就帮助他，就在那个立法局，当年叫定立局就是后来所讲的立法局，也就是今天所讲的立法会，就是那个成立法律的单位里边呢，就通过一个条例叫香港童军条例。所以刚才呢，我在还开始以前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问希望其他的听众你都等一下可以给我一个意见，就是说其实在台湾里边那个童子军那个成立的过程里边，有没有国家给他的一个叫条例的地位还是说他在教育单位教育方向里边给他一个位置？那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如果在教育单位里边给他一个位置，就是他服属于那个教育的，所以教育如果方向改的话，所以我知道童军曾经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在学校是没有的，有一段时期，那就是跟那个教育有关嘛，这个教育方向有改了，但是香港因为给他一个独立的条例来保护他，变成他有很大的自己一个发挥的能力啦，给他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让他可以做很多方向性或者开创性的事情都可以来做呢。那个是香港，因为我们是商业社会，所以他对于这方面是那个架构的安排呢是有不同层级，所以他给了他最高层级的一个水平，就是一个条例，那个等一下我们都会再多讲一下。那后来呢，就是因为有那个条例以后呢，他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有效率的，还有呢就是香港政府在那个教育以外，作为一种青少年的培训活动的一种支持，所以慢慢呢就在香港不同的学校里边去扩张所以很多学校都喜欢在那个课外活动里边去开办童军团。那开办童军团呢，就让家长看到，我这个小孩我那个青少年的朋友呢，他参加童军以后，他在学问以外，
它有不同的发展，例如陈述啦，例如他那个领导的能力啦等等方面的。所以在香港大家对童军都不陌生，虽然我没有参加，虽然我家里边的小孩不一定参加，但是我们对童军的印象是一个好的印象。所以有一句说话嘛，童子军就是每天要做一个好事情啊，就是善事，每天要做一个善事，就是这个意思。看到童子军就知道他是一个有本级的一个小朋友，对他是看他穿起那个制服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很有纪律，很可以信赖的一个人哈。所以呢，童军在香港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那个是一个部分。那还有呢，童军有什么活动呢？就是从那个小狼队开始到童军，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那其实我们在1921年，也就是成立1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办一个叫童军大会，就是每一年一到的那个童军大会，就是在这一年里边，你在童军里边考获不同的荣誉，我们都会集中到这一天呢，就去颁发那个奖励，那个鼓励他们啊，在这方面呢达到一个成绩啊等等。那一种叫会出，我们今天还有的，每一年都有的我们好像11月的时候，每一年大概都是11月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也来参加，再透过一种有军人训练的一种方法来训练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那后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也可以跟大家来讨论的，就是说因为香港跟大陆跟澳门是很近的，所以呢，当大陆地区当年就是民国的年代的时候，当时大陆因为它发展童军的时候呢，香港的童军呢是附属于英国的，是附属于英国童军会。但是中华民国的童军呢，当年就是他自己成立啦。那当时呢，就是因为规定在学校里边要成立童军童军的活动是学校教育里边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当时就有很多大陆里边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童军。问题就是说大概在1930年代，当时因为内地有很多战乱，后来也有抗战，所以大陆里边的学校很多就迁到香港来开的时候呢，香港政府也允许他在香港来办学。那当时呢，因为教育条例比较简单，没有今天那么严谨，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有一些本地学校它是根据香港的教育规矩来成立的，另外也有一些我们从内地迁到香港来办学的，这些呢他们的教学的方法呢还是跟从那个中华民国教育部的那个规范。所以呢这种学校呢，我们香港叫它侨校，因为对他来讲，香港不是他的原来的地方，他只是因为战乱什么的原因来到香港，所以呢他在香港办学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两个那个登记，一个登记呢就是在香港政府里边去登记，那个是必须的，但在教育那个课程里边呢，他同时跟中华民国的那个教育部来登记，所以他教学里边的例如教材啦升班等等的规矩呢，他还是根据那个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所以变成呢他们就会在香港的学校里边来开办童军活动。那这些童军呢，他就没有不一定会跟香港童军总会来登记，那个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曾经某一段时期，在香港
是有两群童军，一群童军就是在香港本地，根据香港童军总会里边的规划来推动童军运动，同时因为战乱的关系，也有一批来自于内地，他们来到香港以后因为教育登记的关系，他跟从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规范，所以他也需要在学校里边来开童军。因为怎样，所以他们那个童军的登记是跟中华民国童军总会那个单位来登记，所以同一个童军，他有可能就是他有香港的偏好，也有在大陆童军的偏好，那种情况呢，很特殊的，所以我猜应该在台湾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啦，就全都是只有一个啦。那种情况不单单是在香港有的，其实呢，应该说澳门也有，因为当时都是一样，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他们跑到南方来一个不是一个外国管制的地方，所以一个来到香港，一个来到澳门。所以如果你今天到澳门呢，有一个地方叫白鴿巢，那个普通话叫白鴿巢，那个地方的是一个公园，那个公园里边呢，它有一个遗迹呢，就是在澳门里边有一家华人的学校，那个学校里边就跑到那个公园里边一个古籍，那个历史人物的古籍，就对着他来宣誓什么呢？就要效法那个葡萄牙的诗人，因为那个诗人是著名的爱国人，很爱国的，所以这些中国童子军呢，就跑到他面前，我要像你一样爱我的国家。那个当年呢，这个中国人嘛，当年就是爱那个当时的中华民国，所以呢，就有一个遗迹遗留下来，就是说他在那个铜像旁边有一个碑记，那个碑记就说有一班中国童子军来到这个地方来表达他们爱国家的那个表现，所以其实那种情况应该主要是在香港、澳门出现，还有一些会在东南亚的，但是相对来讲数量没那么多。所以在香港来讲呢，我们曾经在二战以前呢，其实我们都有不少学校是从内地迁到这里来开的，大概有10个单位，有10个偏好差不多有超过10个偏好，就是他们又是香港童军，同时也是中国童子军。那个情况到二战以后，就是1945年以后，其实那种情况还有，为什么呢？因为49年以后国共内战的那个时期，其实同样也有很多内地的学校跑到香港来，然后在香港来继续办学，所以这些学校他们办的童军活动也是或者是同时有2个登记，或者是主要跟台湾这边的童子军来登记，也是有的。所以现在那个呢，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个历史已经过去了，所以呢，现在主要全都是跟香港总会的。那个也是我们香港童军历史里边呢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特点呢。然后二战以后呢，当然童军会那个发展也有不一样了，尤其是在那个50年代以后开始就越来越扩张，还有呢，因为香港人口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去增加膨胀很多，所以青少年的那个例如学校呢或者相关的课外活动呢，那个需求是很多的，所以当时学校多，童军的那个数量也都增长很多，所以变成呢就是二战以后这20多年呢，可以说是童军一个比较都在扩张的年代。还有呢就是大概到70年代
70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童子军就是男生的，那我们香港也有女童军的，但是你会发觉呢，我们是2个分开的。虽然大家都是推动童军，在国际里边都很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你会发觉香港童军有独立的活动，女童军也有自己独立的活动，所以很多学校只有童军没有女童军的。那但是女生又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不可以参加童军运动呢？早期的时候还是分开的，但是2战以后，我们的学校开始有一点改变，就是很多学校呢都已经变成男女生，因为我们香港的学校是怎样分的？过去由教会来办的学校，很多都是男校，就是男生在一个独立的一个学校念书，当中没有女同学的，女生又在独立的一个学校念书，当中不会有男生的。但是去到2战以后呢，慢慢把那个教育条例里边慢慢把它去改变，所以变成有很多学校里边有男生也有女生，但是问题呢，要参加童军呢，它只有男生才可以参加，所以大概就到那个1970年代啦，就是香港童军总会呢，就是改变，就是推出一个新的计划，就是同一个童军单位团里边可以同时有男生有女生，同时有那就变成他不需要另外去找那个女童军去来参加活动，所以那个在当时来讲都是一个比较新的还有就是跟当时应该其他地区还没有这种男女共同一同来参加活动的那种方法呢，那个可以说香港童军都是比较很早已经做到这一点，所以那个对于童军的在香港本地的巩固跟推广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作用。那同一个时期呢，1970年代呢，也就是说国际童军会都觉得香港童军在办那个童军活动里边，或者参加其他世界的活动里边呢，那个成绩都非常的理想，所以他也建议香港童军会可以考虑，就是脱离附属于英国总会的那种方法，独立成立一个香港童军总会然后再加入到那个世界童军的大家庭里边，在国际里边有一个独立的身份，这样去推动童军会比较更有效率。所以变成了大概在1976年左右，他们在筹备这一个事情，那后来呢就得到那个国际童军会的这个承认他的地位，所以就加入到世界童军里边，所以变成呢那个都是很特别的。那过去呢，我们管理香港童军总会的人呢，其实很多都是宗教人士，他也有一些是基督教的牧师，还有一些是天主教的神父，他们呢去来当那个领袖，或者到总会里边去当那个领导的那个人员，来帮助我们去推动那个童军运动。那慢慢大概70年代开始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他们开始所谓本地化，因为他本来就是外国人开始就会有一些呢，就是用本地人来参与童军的管理，所以你会慢慢发觉从外国人慢慢变成我们中国人啦，我们叫华人一步一步变成我们的香港的那个管理人，变成那个童军完完全全本地化的一种情况，那个也是相当特别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概到80年代末段的时候我们那个童军总会那个空间不够用，所以呢就发起了一个重建，然后当时也得到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来帮助我们来重建，所以呢那个重建的过程就跟香港政府领到一个地方叫独立
建立了我们的一个产业，那个产业就是龙跑酒店，也就是如果各位童军兄弟有来香港去参加活动，有时候你到那个尖沙咀那个童军总会，你会发觉它是一个酒店来的，楼上是酒店，下面中间有几个单位，几层单位就是香港童军总会办公的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时就想到我们怎样去让童军总会能长期的可以发展下去呢？要发展的话，当然财力是很重要的，所以也得到香港那个政府的帮助拨出一个地方，让它可以独立建立一个童军大楼。童军大楼上面就是经营那个酒店，透过这个酒店的那个盈利，就变成做回童军运动的各种经费。所以变成你看到这几个事情，你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独立的法规、独立的法律的条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力量去做这些事情。还有呢，我们是得到教会他们很大的帮忙来扶持那个童军运动，还有政府的那个支持，让我们童军能比较平稳的来发展。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些透过本地化的过程里边，我们也跟到社会发展的需要来改变我们的那个发展的方向。例如刚才男生增加到女生都可以参加啦，还有在学校里边来扩张啦。那个呢，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在台湾推动童军，我们都是在学校啊，对呀，但是因为曾经某一段时期，它是那个学校教育里边一个必须的一个课程的一个部分，但是香港童军从第一天开始到今天，他在学校开办活动，其实都是由那个学校自己来去决定，究竟学校需不需要开办一个童军那个是教育条例里边没有要求他的，是学校自己去挑选办什么课外活动给那个学生。所以你会发觉我们有1000多家学校，不是所有学校都有童军的那个，所以那个有一点分别呢，就是可以说是自发的，然后你要学校激发去办一个童军团，也就是说他本身要对童军是有认识，他知道童军是什么，至少他对童军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童军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对青少年很好青少年如果当了童军以后，他会有改变或者会得到那个民间的对他那个小朋友的信赖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几十年不同的领袖他在推动童军运动里边帮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形象，所以让不同的学校啦或者社会人士对童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感受。然后很多朋友都会有兴趣要问，就是香港回归以后，究竟童军的那个情况是怎样的或者是应该讲说，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条条例，所以基本上来讲呢从1997年以前怎么运作，基本上到97年以后那个运作都没有很大的改变，只是对于某一些亲夫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修改以外，基本上都是保持97年以前。还有呢很多朋友去关注的点呢，就是因为香港的童军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有一个叫好像军事的一个报操，也就是要锻炼他们的一个纪律性。所以呢那个报操我们一般都是跟从英国的报操的一种规则。那当年很多人就会问，会不会在这一部分会改到中国风的一种报操呢？现在也有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民间的一个青少年活动团体，所以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主要还是用英国的一种报抄的风但童军总会里边已经开始有中国风的报抄，这是给我们来自己去挑，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礼仪的时候还是沿用英国的那一种的那个历史传统所以那个到现在为止呢，基本上童军总会跟童军活动在1997年以后没有很大的分别或者是改变，那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特点咯。那当然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呢，也就是说也是欢迎大家就对今天晚上对那个童军的发展有一点点的理解，然后将来有机会的话，当然也是欢迎大家来香港参加活动我们今年12月的时候也有一个大陆营等等也看有机会也欢迎你们来，或者将来过来这边来参加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多讲两句呢，就是说香港童军除了一般的童军以外，我们还有海童军跟空童军海童军当然就是说它的训练里边会比较多一点呢，是跟海上活动有关，划艇游泳那个驾船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海童军的。那空童军呢，当然就是跟飞机有关，也就是说真的是有一些跟飞行活动有关的训练我们还是有，当然人数相对其他两个当然就差很远了，因为波警参加空童军活动的那个资源是很紧张的，因为它的费用比较贵，所以相对来讲香港的空童军呢是最小的，那个是肯定的。那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过来这边呢也去参加一下我们的海童军跟空童军的活动。我们香港童军总会那个有一个在总会里边有一个坊是设立了一个毛鱼的空中飞行的一个系统，让大家来当一当那个飞机师，所以呢也是很特别的，有机会也欢迎大家来理解一下或者是参与一下。然后我大概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谢谢我们的邓博。好哦，那我们现在大家呢先来合影，合影完了之后，待会大家可以就是跟邓博这边好好的交流哦。那好，模拟飞行系统，好的。那我先把大家先试着把你们的镜头打开。好，都在了吗？要开的都开了吗？还有没有谁还要开还没开的？好，我这边要拍咯。好。一下下，3，不好意思哦，3、2、1，好。然后就看不到你3、2、1，你说什么？你这刚才拿那个没有关系，我有这张，现在这张是可以的。来，3、2、1。好，那我们谢谢各位。谢谢观赏费学院讲座，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